最新民调问的4个问题，也是当今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。比如2028年的总统大选，真的是万斯和纽森的对决吗？现在看数据啊，还真不一定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。今天是7月4号，独立日，祝在美国的朋友们节日快乐。直接我告诉你，最新的数据不一定是纽森在4年后对决万斯。一听说这个民调很多朋友讲是不是被某个党派买通了？今天我跟你说的是爱默生调查公司的，他呢向来是比较中立，没有党派色彩，所以你就放心的听。我们先看采集数据。根据2025年6月24到25 2天的调查，这个样本是涵盖了全美国和各党派。采集数据包括美国人口普查参数和选民档案数据，按性别、教育程度、种族、年龄、政党登记和地区加权平均后，一共呢是1000名活跃选民。这里边必须得有投票资格像绿卡都不让参与。那我们来看哪4个问题呢是美国人最关心的。第一个就是你是否认为美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说直接一点呢，就是在以川普同志为核心的共和党中央领导下，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不是走在正道上？内政和外交，我们看跨党派选民的答案。52%的选民认为美国总体上走错了方向，而48%的选民认为美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大多数都不赞同老川的这个政策，尽管说今天的他签署了大而美的法案，你只能说在两党这个悬殊相对比较大的情况下，参众两院和总统都归你，你胜了，这个不代表整体选民的哈。第二个问题，2026年的中期选举，你会支持民主党，还是说继续维持现在的共和党多数？我们看答案。在2026年国会中期选举中，43%的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，40%的选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，18%的选民尚未做出决定。展望明年的中期选举，民主党略胜共和党，独立人士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比例为37%对27%。按照这个标准呢，1年多后的中期选举，也就是参众两院呢，有可能会被民主党拿回来至少对总统形成某种方面的制约。第三个也是人们非常关注的，如果说中期选举之后2028年的新总统大选，双方领导人你会更支持谁？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民主党的。在2028年民主党初选中，6%的选民支持前交通部长皮特，就是那位出柜的前交通部长，但是他很年轻也很聪明，智商很高的。排名第二的是3%支持前副总统哈里斯，第三12%的选民支持加州州长纽森，第4名就是7%的选民支持宾州的州长夏皮罗和AOC， 剩下咱就不用讲了，那没有太大的参考意义。也就是讲，现在排名第一的不是纽森，也不是哈里斯，而是 Peter 前交通部长，这个也算是一个暴露。那我们再看看另外老川的阵营，如果说他这最后一任下去，谁能代表共和党参选？在2028年共和党的预测中，多数人支持副总统万斯，支持率高达46%，接近半数。排名第二的卢比奥就只有12%了，这俩人差距还是差了3倍呢。那第三的呢是支持佛州州长德桑蒂斯，
第4是支持现任的卫生部长小肯尼迪。这4个人呢，后边呢一个是9%，一个是5%，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啊，个位数就没有意义了。实际上就是副总统万斯和那个卢部长，就这俩人的事儿。第4个也是每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人最关心的，就是这些选民他在选的过程中，他关心什么话题啊？排名第一的，你猜的是什么？排名第一的话题占比32%是经济发展，第2的是民主是否受到了威胁，占比22%。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，这地球人都知道，老川有独裁的倾向，他就希望掌握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。当然了，美国这200多年的制度啊，也能把它给罩住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排名第3的问题是移民问题，占比就到了14%了。第4是医疗保健，占比9%。第5是住房负担能力，占比7%，和犯罪占比5%。排第1的仍然是经济发展。剩下呢，就是我来评估一下啊，或者预测一下吧。不一定正确，大家仅供参考。我感觉呢，这次如果说民主党你再想把这个总统大位拿回来，你必须得选一个没有短板的人。多聪明不一定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说句实话，你在民主党的选民内，你也许是你的长板，但是你放在这个美国这大盘子，你那个方面可能就是短板。比方说性别问题和取向问题，你在民主党觉得这挺好的，我们就该鼓励这个。但你要在红脖子州，你要在那个南部州，他是不愿意出现一个女总统的，也不愿意出现一个那个。所以说我给你详细分析一下啊。第一个，共和党没啥可分析的，万斯啊，大概率是能够代表共和党的，因为排名第2的卢比奥他并不是 MAGA 的核心成员，MAGA 的核心成员有时候还在批评这个卢部长，觉得他呀有点软。至于说排名第3的德桑蒂斯呢，我认为这次也没太大机会，他也许会成为副总统，给万斯搭档一下。至于说小肯尼迪啊，基本上就是从那个民主党你叛逃过来的，这也没有太大机会。所以说基本上是万斯了。那民主党这一方呢，可能就有一些悬念了。现在虽然说前交通部长皮特尔排名第1，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他吧。他呢是最年轻，现年43岁，是生于1982年，是个80后，智商极高。他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温和派的左派。但他的短板在哪儿呢？他是一个公开出柜的政客。您看吧，现在中部的一些州，只要你看见那彩虹的旗子呀，他就气儿不打一处来，他就敢给你扯下来。这种人在中部南部州还是挺多的。你不像旧金山呀，像纽约呀，大家觉得要尊重多元，但是你放在全国这大盘子，敏感话题你最好不要拿出来去说，有可能会被对方逮住把柄。那我们说排名第2的哈里斯啊，他的经验最丰富，毕竟是当过联邦副总统。但他的问题是仍然是性别，在民主党内性别加分，少数族裔加分，还是那问题，你放在全国那些拉美裔、阿拉伯人、穆斯林和传统的老白男们，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迎接一位女总统？当然了，他们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一位可以出柜的总统。在这方面呢，我认为这2个你可以就歇一歇了。相比较而言呢，我感觉纽森的赢面更大。他本身呢长板很多，来自于这个副州加州，但是呢他又没啥短板。你说挑他毛病，他经济发展的也挺好。刚才我们讲的那几个问题啊，排名第1的就是经济发展。如果说这仨人搞经济的话，纽森的经验更多，既当过旧金山市长，也当过这个天下第1州的州长，这个经验是足够的。至于是后排名第2的移民问题什么威权问题，纽森身上没有那种威权的基因，也没有这种倾向
移民问题，它的移民向来是比较宽容的，剩下的医疗健保，那加州的健保也很 OK 啊，什么住房啊，什么犯罪，在这方面犯罪率加州它排不上前5名啊。上次我分享过一期节目，就是美国最差治安的几个州和最好的几个州，最差里没有加州。所以说啊，这几项选民最关注的来讲，纽森的赢面实际上更大。当然了，这是我个人观点，不一定正确。关于2028年，您是否认同就是纽森对万斯了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共同来探讨。稍后呢，我再给大家更新今天值得聊的5件重要的事情。好，再见。